一听萧长坤要回去，马兰顿时急了。他见萧长坤挂了电话，赶紧便问他：咋回事儿啊？刚来就要回去？你看我这双鞋的鞋底踩着迪拜的地了吗？就要走。萧长坤擦了擦满头冷汗，低声说道：现在这情况不走不行啊，再不回去我常务副会长的位子都没了。马兰气恼地说道：半辈子了才出来度个蜜月，总不能就这么就回去了啊。我那朋友圈都发出去了，多少人等着看我在迪拜旅游的后续呢。说着，马兰又道：而且你可别忘了，咱这机票和酒店都花了不少钱，而且酒店是不能退的。萧长坤一脸郁闷地说道：那不然怎么办？要不你自己先在这玩，我回去把事情处理处理。马兰问他：处理要多久啊？我上哪知道去？萧长坤烦躁不安地说道：按洪五爷那意思，我不但得回去，而且还得把这30万全他妈捐了。要是捐了这30万，别说那20万利润，我9万8的本钱都得一分不差的折进去。说着，他单手捂着脸，郁闷道：这他妈叫什么事儿啊？此时飞机的舱门已经打开，身边的乘客也都开始拿行李排队下飞机。有几个人走的时候还专门往萧长坤这里看，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看笑话的笑容，让萧长坤心里更是颓丧。他赶紧掏出手机，又看了看回程的机票，发现最早的返程航班在6个小时之后起飞。于是他便对马兰说道：老婆，咱们订酒店也确实花了不少钱，要不你自己在这玩几天，我订今天晚上的机票先回金陵办事。马兰赶忙问他：那你办完事还回来吗？萧长坤叹了口气说道：等我到了金陵也是明天下午了，处理事情还不知道需要多久，处理好了再飞过来又得他大爷的8-9个小时，就这么来回飞，到时候还不得把我这把老骨头折腾散架了。马兰道：这有啥的，咱这一路睡着不就来了吗？感觉也挺好的，吃的喝的也还行，你就当在飞机上睡一觉就到了。萧长坤将手机的航班页面递到马兰面前，郁闷不已地说道：你看看，今天晚上起飞的这个航班，经济舱都要4000多，商务舱他妈的2万多，头等舱5万多，我已经浪费了一张来时的机票了，又要搭进去将近10万块钱的本钱。我要是这次回去还坐头等舱，那我不是亏得更厉害？等我办完事再坐头等舱飞回来，这他妈就是3趟头等舱了，10几万没了。多花这么多钱在飞机上睡2觉，那我还不如待在家里别出门。马兰不满地嘟囔道：说好来度蜜月，你总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好几天吧？萧长坤也觉得这样确实不太合适，只能无奈地说道：那你就在酒店住着等我，我办完事就第一时间赶回来。马兰松了口气道：这还差不多，那你也得尽快啊，别等你来的时候都快该回去了。萧长坤点点头道：我晚上坐经济舱回去吧，办完事情再回来，也不能坐头等舱了，这一个来回10万块，太他妈肉疼了。经济舱不到1万，还能接受。马兰也赞同地说道：还是坐经济舱实惠，就这破飞机上的小包间，还不是全封闭的，来回2趟机票都得10万，有这个钱去5星级酒店找个总统套房，都能舒舒服服的躺了3-5天。说着，马兰又道：我看经济舱就挺好的，反正8-9个小时就到了，咬咬牙不就过去了吗？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从老家来金陵，坐绿皮火车要开10好几个小时，能买到坐票就算烧高香了。我有一次全程都是站着的。萧长坤叹了口气：行，就这么定了，咱们先下飞机，我送你去酒店，然后再回来。2人下了飞机，过了海关，便拦了一辆出租前往预定好的酒店。萧长坤在路上的时候就买好了返程的机票。马兰提醒他：你上飞机前跟叶晨说一声，把航班号告诉他，到时候让他去机场接你。拉倒吧，萧长坤当场拒绝道：我这次回去谁都不告诉，到了就直接去找那个周良运，给他赔礼也好，道歉也罢。
哪怕是跪下磕3个响头，只要他能让这事翻篇，我就去找裴会长，看看协会里的麻烦怎么解决。要是能搞定，我就直接回来。马兰忙问，那要是搞不定呢？萧长坤心里忐忑，唉声叹气道，要是那帮鸟人抓住这件事不放，我估计我在书画协会就待不下去了。到时候看吧，要实在不行，大不了就退出书画协会。我现在的要求不高，只要别把我折腾进监狱就行。马兰嘱咐道，回去之后跟那个周良运好好说说，实在不行就找叶晨帮忙，丢人也比进去强。好。当2人抵达酒店的时候，已经是金陵时间的晚上。叶晨和萧初然刚在家吃完饭，萧初然便拿出手机来，对叶晨说道，我看飞行软件上提示，爸妈的航班已经落地快2个小时了，估计他们应该到酒店了，我给他俩发个视频问问。刚说完，还没等他打开微信，便收到了马兰发来的视频通话。萧长坤想着，到酒店就先视频跟叶晨和萧初然报个平安，让他们放心之后，自己再悄悄飞回金陵办事。他们俩关心的是自己和马兰有没有顺利抵达酒店，开始蜜月之旅。只要在酒店给他们报个平安，他们肯定也不会太过关注了。到时候就让马兰每天在周围拍几张照片，发给自己发朋友圈，应该就能蒙混过关。视频一接通，便看到萧长坤和马兰此时正坐在酒店客厅的沙发上。酒店楼层很高，迪拜有名的棕榈岛都能尽收眼底。马兰举着手机，笑着对萧初然说道，闺女，我跟你爸到酒店了，你跟叶晨就别惦记我们了，好的吗？萧初然见他2人关系缓和，也十分欣慰，开口道，你跟爸在那边好好玩，多感受一下当地特色，要是有什么当地比较出名的特产，记得给我和叶晨带点回来。马兰爽快地说道，你放心，到时候妈肯定给你带。说着他又道，你爸说我们手机国际漫游的流量可贵了，而且这边手机网络慢得要死，也就酒店的 WiFi 网速还可以，所以这几天就别给我们俩发视频了，有事直接发微信，发文字就行。萧初然也没多想，点头说道，行，你们好好玩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另外就是出门在外要保持警惕，千万别相信陌生人。马兰连忙道，你放心，妈现在也算是有经验了，肯定会特别谨慎的。说罢他又道，不跟你说了闺女，我跟你爸出去吃点东西，顺便逛一逛迪拜购物中心。好，萧初然笑道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一旁的叶晨虽然没说话，但是却从马兰故意铺垫流量贵，速度慢的话语里猜出萧长坤很可能马上就要回来。此时的叶晨还没想好这次究竟要给老丈人一个怎样的教训，这件事情的尺度可松可紧，而松紧全在叶晨掌控之中，若是松一点就高抬贵手，等他把30万捐了之后，就让周良运亲自出来辟个谣，就说张二毛发在朋友圈的事情是个误会，整件事情与诈骗没有关系。这样的话，老丈人钱没了，但起码个人声誉以及在书画协会的地位不会受影响。若是紧一点，就让他付出更大的代价，自己只保证他不会被抓，剩下的就干脆不管不顾了。到时候他声誉毁了，书画协会那边肯定也要凉凉。至于具体选择哪种方式，还要暗中观察一下自己这个老丈人到底有没有真心悔过。